关于八字，关于算命这件事情，其实我的了解并不多，但是因为它也算是一种自我认识的工具嘛，所以我也会尝试着去了解。我只记得我小的时候，我奶奶跟我说，在我刚出生不久，就是在我还没有记忆的时候，她就去帮我找神婆算过命。后来我每次问她这个算命的结果是什么的时候，她都没有，就是她跟我说她不记得了，因为她当时的年纪也很大了嘛，所以每次问起她，她都说不记得了。但是我真的没有去问过我的爸妈，说有没有给我算过命。但是我很清楚的一点就是，我长大之后，包括我上学之后，我所有的家里面的人，除了我爸、我妈、我弟、我妹以外，所有的人都叫我就是另外一个名字。这个名字并不是我上户口本的名字，我上户口本的名字就是我上学时候用的名字。但是我每次回到家，大家都叫我另外一个名字，我就觉得很诧异。然后我当时忘记是谁跟我说的来着，就是我上户口本的名字呢，是我爸给我取的，因为当时说的是应该是因为我五行缺金，所以呢就往我名字里面加了一个金字旁的字。然后我之前的那个名字呢，是跟着我姐姐一辈的，就是我们中间的那个字都是一样的。但是为什么我爸爸给我改掉，就是因为他应该是去找神婆算过了吧，说我五行缺金，所以呢得给我换个名字。而且就是我原来的那个名字是我爷爷给我取的，反正就很老土就是了。说到八字算命这件事情，怎么说呢？因为我一直都在了解我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人，就是我会发现，当我了解了某些东西之后，我会去比对我实际的经历，看这个东西讲的对不对。如果对的话，我会觉得有点意思，但是如果不合适，我觉得好吧，也就这样。所以呢，我也尝试去了解了很多能够帮助一个人认识自我的工具，比如说人类图啊，比如说盖洛普呀，还有八字啊等等这些东西。那其实我比较相信的还是盖洛普。怎么说呢？因为盖洛普，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在我看来这么的科学。反正我测出来的那些数据，应用到我自己身上还真的很匹配。OK，说回八字这件事情，就是八字，我想想应该怎么说啊？好像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因为我真的不太了解这个东西。就把它跟人类图结合一起说吧，就是他可能会去分析我这个人是怎么去认识事物的，怎么去感受事物的，怎么去理解事物的。就比如说，我很早很早就有一个直觉，或者说有一个对于我自己的认识，就是我没有办法去想象我没有见过的东西。就比如说，我小的时候，大家不是会画画嘛，因为小学也没有美术老师嘛，所以我们的画画都是自己去画的。但是我觉得很奇怪，每当我们想要画点什么东西的时候，我根本就画不出来。但是我的同学们，我的朋友们，他们就能够画得很好。
然后呢，我就会去看他们是怎么画的，然后去模仿他们画出来这个东西。虽然我知道我画得很丑，但也确实画出来了一些东西，所以我就对这样的一个过程特别的，也不能说纠结，就是我会有这样的一个印象，我会觉得我在画画方面没有想象力，我根本不知道怎么画这个东西。也就是如果我没有见过别人是怎么画的，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去画。那还有一些类似的句子，不对，还有一些类似的例子，就是我们去解一道数学题，如果我没有见过这个题目是怎么解的，我就解不出来。就是你单纯扔给我一个公式，我是没有办法套用进去的，我需要看到别人是怎么解这个题的，包括别人怎么去写这个解题步骤。我看到这一整个箩筐之后，就是一整个逻辑顺序之后，我就知道类似的题目该怎么去解答了。还有一些就是，假如说我要进入一个我完全不知道的领域，或者说跟某个人去探讨我完全不了解的领域的内容，假如说我对这个领域完全不了解的话，我没有办法去预设这个领域里面的一些东西，或者说我也没有办法预设当我遇到这个领域里面的某些语境的时候，我应该怎么去表现，应该怎么去应对。如果真的要我给出一个答案的话，我会搜集我所有的经验，然后去找一个更加匹配的东西。很经典的一个例子就是，我在某个社交媒体上面看到某一个潜意识相关的测试题，就是他给出了一些关键词，然后呢，让我们在脑海里面组句子，第一时间组到的那个句子就把它说出来，然后对方会通过这些句子来去猜测或者说建构意义，看你当前的一个状态大概是什么样子的。就我当时是怎么去应对这样的一个测试题的呢？我会首先想到我跟这些关键词最近的场景，然后想到我这个场景里面出现过什么样的事物。如果说我这个场景里面没有出现类似的事物的话，那我就会根据那个关键词它所关联的最相似的事物是什么。所以我当时的句子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诞生出来的。后来我就去问 AI， 为什么我的这个模式是长这个样子，然后我才知道，就是像我这种人，我的想法呀、思考呀什么的，都是基于物理世界有的东西，就是基于我能够看到的东西。那个词汇好像是叫具象驱动，我忘了是不是叫具象驱动了。就是说我完全没有办法想象没有的东西。其实这个点就让我想到，之前我忘记是谁说的来着，他就说创新其实并不是完全没有的东西，而创新是一系列的排列组合。就是如果你能够把一些毫无关系、毫无关联的东西组合在一起，并且组成了一个能够让大家去用，或者说去解决某些问题的工具，那这个工具的诞生就是一种创新，就是一种发明。包括像手机、电脑、电视这样的东西，严格意义上来讲，它们也并不是完全不存在的，就是它们的前身一定是有一个具象化的事物存在的，而这个具象化的事物
让你想象到了它还存在着某些可能性。就比如说我们的鞋子，那在原始时代它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呈现呢？就是我是觉得现在出现的每一种事物，它缩回到原点的时候，一定是会有一个灵感原点存在的。这大概就是我对于创新的一个再认识吧。因为以前我真的觉得创新就是创造一个不存在的东西，但是接受了类似的，我当时应该是看了一本书来着。就是当我看了这本书之后，我就知道，哇，原来创新离我们并不遥远，而是很近的一个事物。关键点就在于我们能不能见过足够多的东西，能不能有那种模式识别的能力，能不能有那种联想、想象以及延伸的能力，可以把熟悉的事物很反直觉的一些点把它连起来，然后创造出一个真的能够解决现有需求的东西。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能力。讲到的这里我又断掉了，我不知道我之前都讲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。我想想啊，我这一期节目，我这期音频到底是从哪里开始的呢？尴尬，我真的记不起来了。所以一开始到底讲什么？我讲到书籍，讲到八字。对，我一开始是讲八字，然后讲自我认识，讲我过去的一些经历，讲这些经历联想到的一些东西。OK， 那我们重新跑回就是自我认识的工具吧。就比如说有些工具它会说我是个对，我刚刚不是举了一大堆的例子吗？这些例子就是说明我是一个具象驱动的人，没有办法想象脑子里面没有出现过的意象。那我的八字里面是八字里面吗？还是我的人类图来着？反正就是那些自我认识的工具里面有提及，就是就比如说我的人类图吧，就我的头部中心跟逻辑中心是完全没有定义的，那就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我是一个很灵活的载体，我能够接受不同的事物进来，然后转化，然后给它一套解释。但是这个具象驱动从哪里说，或者说哪里验证了呢？我不知道。真的太搞笑了，我本来想找出验证我这些点的一些证据，结果没有找到。但是盖洛普那个东西真的很准确啊，比如说他说我的学习、搜集，还有什么谨慎、完美、适应、策略，还有什么来着？一共10个，反正我不记得了。我刚刚说的这些都在我的前10才干里面，而且我发觉我真的很擅长这些东西。但是这些东西
虽然我可能有很大的潜力在吧，但其实目前为止我的人生当中并没有把它们发挥得很好，就有点感觉像我的前20多年都一直在积累，还没有完全的成为一个拥有足够强结构化能力的人，所以我的吸收或者说我藏起来的那些知识都还只是在我的脑子里面，没有把它转化为一些可视化的东西被大家看到。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我其实真的了解很多的东西，可是我没有任何的证明去告诉别人说我真的擅长，请你给我类似的机会。但我知道哈，我的某些能力是非常非常的弱的，比如说我的商业化能力，比如说我的盖洛普报告提示说我在关系，在和谐是关系里面的一种吗？我忘记了，反正就是我在关系方面的才干是倒数的，就是我不是一个很会维系关系的人。哦，我想到了一个点，说到关系这一点，就是我的八字里面，它有这么一种解读，是说我的贵人，或者说我的人脉、我的资源，都在我的工作和社交这个场景里面出现，意味着如果我要把自己藏起来，不被别人看见的话，那我就没有办法去遇到我的贵人。这个真的是我目前一个非常大的卡点，就是我感觉自己有料，但是我没有办法证明我自己有料，所以很多时候就会感觉自己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呢。但是我心里面又有一种很强的执念，说我是非常有价值的，就那种执念是没有来由的，你根本不知道它是怎么诞生的，但你就是知道它存在，它一直都存在，就是从小到大我都有这股感觉在，可是我的现实却没有给我这样的感觉。我想到前几天我在豆瓣上面标注了一部作品，是韩国，应该说是今年上线的吧，叫做，准确的标题我忘记了，大概说的就是人这一辈子都跟无价值做对抗。哎呦，当时我看到这部作品的名字的时候，我整个人都快跳起来了。它真的很对呀，就是我的前20多年就一直在跟我是没有价值的这个东西去对抗。就是一方面我的身体的某部分告诉我我是有价值的，可是另一部分的我就告诉我我是没有价值的，就这两股力量在不停的对冲着冲撞着，而且这股矛盾在我的八字里面也是有所体现的，所以我就觉得哇，这是很神奇的东西。可能它的某种解读让我去想，我到底在经历着什么样的困境，我到底遇到过什么样的事情。就是在没有那些自我认识工具的参照之前，我是不知道原来我有这样的一个困境，我在经历着这样的一件事情。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出现，让我去搜索我这个人的经历，让我去搜索我的感受，于是我给我的经历，给我的感受命名了。虽然我不知道这样的命名科学不科学，但是起码我知道我在用它们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一直都是把它们当成参照系，把它们当成工具，而不是把它们当成
我自己。就是我在了解，就是在用这些认识工具去认识我自己的时候，我其实是通过 AI 来的。然后 AI 它给了我一个非常，怎么说呢？就是让我非常受用的话，就他说了这样一个观点，就是说，尴尬，原话是什么来着？就是说，你用这个东西，你可以把它当成工具，当成手段，但是它不是你自己。原话是，原话好像是可以把它当成手段，但是不要把它当成具体个人。这其实也说明了我们在接触某些自我认识工具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把它当成一个什么样子的对象，我们应该怎么去对待他们和我这个人之间的关系，这是至关重要的。